个短视频啊，我看诺威第一个进来了，诺威哇，已挪经打了 威第一名 number 哎，one，挪威应该欢迎。真的是我们的粉丝了哦。对，啊，没想到大叔中文也有这么多男粉丝诺威周四上来聊天啊，周四没看啊。到诺威。对啊，我们想跟挪威多聊聊天呢啊。好，对，那这个每个星期五的北嗯京时间啊，台湾时间的7:30，我们嗯大叔们呢会把重点放在教大家语法或搭嗯配。那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考试，提高你们的中文水平啊。那边叔，我们今天要嗯，做什么游戏呢？今天还是给大家考大家啊，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回答问题，因为给大家出了10道题，关于对中文的常用的动词，每天生活都会运用到的一些动词。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哦，因为嗯大家大部分都是从课本学中文，那嗯其实课本有很多日常生活的动词或搭嗯，配都没有教对，到，所以我们希望今天的课啊能够补足嗯大家这方面的不足啊。对，好，就是不是什么情况都是拿，什么情况都是放，你要学对更具体的一些动作。对，更细微、更适宜的啊。嗯，好，乐文来了，春娇、裴静，好，欢迎大家。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课程咯。好，好，来，变叔，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什么呢？动词小测验10道题，每题1分，一共10分，看看大家能够得几分啊？好，记得要抢答，看完题目对，马上回答。看看大家可以得到几分，我觉得可以好，得到6分就很厉害了。哦，我好，觉得我们来3看分就可以。3分啊。好，来，变叔念一下。它的什么酒技术一流？它的好，伴酒技术一流，同酒技术一流，调酒技术一流，还是倒酒技术一流？好，首先我们先跟同学解释一下好了，什么叫做嗯。一流？技术一流。技术一流就是他在这方面的技术的水平非常的高，他是一个对，高手，他嗯特别的熟练，然后嗯，比好多人都厉害，是一流的。对，嗯一流的。我们中文说嗯一流，表示几乎可以说是最好的了。它的嗯中文呢，一流的。嗯，中文说的很好。看看今好，天有没有小酒鬼啊？答对的都都是爱哇喝酒的，Tracy 还同学。记得我们的星座哦。对好，，Tracy 下次要上来要开视频啊。对，对，好，好，Tracy 调，好，这位嗯同学调，大家都嗯选调，哎，好嗯。像这个，哎，可是这这个字个，没有手字旁啊，其他 A、B、D 都有手字旁，为什么大家对啊，不选这个提手旁的字呢？这样子不是要用手字旁吗？然后这个 IG 上面的朋友嗯说，I love your 嗯，podcast，哇，很喜欢我谢们的谢谢节目，谢，谢谢。然后嗯呢，IG 上的同学嗯也都选 C，我嗯，觉得这题应该没有别的答案，对大家不对？那都爱喝酒嘞，那我们公布一下好了，变数答好的，案是什么？是调酒啊。查出好，下一页有答案，调酒。那好，同学们知道这个人他的工作叫什么吗？你们知道对，调酒的这个人，你会叫他什么？他在酒吧里面啊，如果有人要嗯点酒喝，他就会开始做这个动作，这个嗯，叫调酒。那这个职业叫什么呢？对。那调理的查意思。出这个伴什么时候会用伴？伴啊，一般伴有意思蛮多的耶。嗯，伴一般应该会加一点好像那个沙拉的时候，那个沙拉对呀，就酱，是比较对吧？固体的东西嗯，吧，把它拌在对，一起嗯，哦。一般液不会，体我觉得也可以拌，液体也但是在可以。过程中，可能你到对了调酒的过程中，你要拿一个对，像这个我觉得照片里这个人要我觉拌一下。得拌你也可以拌果汁啊，拌牛嗯，奶啊，对不对？不一对，定要调酒，所以一嗯，般来讲，拌可能是可以用的东西更多了哦。像这个同学说的搅拌，对吧？搅拌很好啊，对，搅搅一下，拌啊，拌一下，很好。对，好，对，bartender，嗯，中文呢，调酒师，有了，调酒很师，好啊，没有错，对。我们要用诗哦，调酒调师哦，调酒师，酒师，很好，好。所以好，喝鸡尾酒的时候，一般会有调酒师给你调酒啊。对，好，那这个大家把它记起来啊，调酒嗯这个表达特别记起来，其他都没有啦，没有拌酒，嗯可以拌酒嗯，啦，拌别的东西吧，可能对，加别的东西进去啊。嗯
然后桶酒没这样的说法，倒酒嗯，也没有这样的说法。没有倒会倒蒜，对吧？我们要对，吃那个捣蒜或者蒜末是会倒一下。对倒就是有这种动作，捣药啦，对，捣蒜啦，哦，捅就是拿手捅一下别人，或者是拿刀，不要或用捅别人，刀捅不要捅别人。捅你一下，对，哦，或你这样捅人家一下，捅对啊，对，捅一好，下啊。好，那我们来看 number two 第二题。好啊，不要的东西可以全部什么香？可以全部装箱，全部放箱，全部盛箱，还是全部进箱？好，这题我觉得同还学们可以，是吗？嗯，可能会，我觉得可能会有两个答案，大家会觉得到底是哪一个，有点困惑，有的，有点困惑。对，好，Tracy 每次都最快耶装嗯，箱。好，但我是看有看一下，别的答案吗？所以 Tracy 选了 D 啊，最后一个装箱啊，对有人觉得，Tracy 选了 A 啊，然对后，Tracy 选的是装箱啊，然嗯后大家都选 A 装，嗯裴静啊，还有这位同嗯学装箱。嗯，好，装啊，IG 上的人同学们也是装箱啊。嗯好，嗯，怎么大家今天答案都特别一致？说不定是错的呢，对不对？然后对啊，林子觉得放香也可以啊，嗯。然后有人觉得是静香，我们选择最合适的了啊，最最合适的，最合适的。最符合母语者说话习惯的啊，然后就有的对最直接会想到的那个动词啊。对啊，因为有的我好，们可以理解，但是不是最嗯，最常用的。然后 IG 上这位 Niki 说，嗯我觉得装箱是最合适的啊。那嗯我想很多人都选的是，有人觉得像这个同学说的，嗯好像包装，对不对？啊，那包装，那就包起来了。对，那就包厢嘛。嗯好，那这个嗯，我们公布一下答案好了。好的，答案应该是 A 啊，大家大部分同学都答对了，是都答对了，装箱，装，为什么用装箱？因为如果一般你有一个这个空间的话，这个空间你都可以装东西进到这个对，空间里面。比如我嗯我有一个包，对吧？我要装嗯包啊，装包。嗯，然后如果对太多了，我说啊装不下了，太多东西了啊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常用的搭配了啊。装嗯箱就是你把东西给 pack，把它嗯给装到可能很多箱嗯子里面。你要装嗯箱的话，一般可能你要搬家了嗯，啊，所以我因为觉得装箱很对，因常为用的搭配，它是很常用的，所以可以嗯简单的说装箱，其实是就可以了。装到箱子里对，啊。但是我们说放到箱子里，放进把什箱子里，么放进箱子里会这样嗯说，但是它不会，它不是一个搭配，装箱嗯，就是一个搭配的一个动词的短语了。对。我们不会说放箱，我们可以说把东西放进箱子里啊。没有这么简那盛单的短语，对，不会放香没有放箱这嗯样的短语我们有嗯装箱这个短语。那嗯。盛呢？盛一般就是你一般吃饭的时候，你会盛一吃饭，些对，饭啊，盛一些菜，盛一些嗯，汤啊。汤，盛一般是那种放到某一个东西里边，跟食物有关系啊，对，盛。特别是饭啊、嗯汤啊、菜所嗯以这个盛特别用在餐桌上面的嗯去装，把东西装了，装到碗里面啊，盛到碗里啊，盛到盘子里啊，对，对，盛嗯。静香，静，感觉最好是在一个动词后面当补语，对吧？最对，好，进门可我觉得以进全部静香，如果有人这样跟我讲，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嗯，装箱的答案更好，更常对，用嗯，我觉得装箱是最好的答案。对。好，那有同学 Tracy 问了这个问题，来，Tracy 说可以说塞到箱子里吗？Tracy 可以，但是必须是你装箱以后，然后还东西有一点很多了，点小的空间，然后对你想要把这些东西都挤进去，要塞啊，就是已对经满了，但是你还要往里塞啊，塞对，进去。装可能你的箱子还是空的但是嗯塞的话，你的箱子差不多都已经满了，所以你是嗯，塞进去的。对啊，好，OK，很好。那我们嗯这题答案就是装了嗯，好，我们再看第三题装好。好。第三题，儿子胳膊被蚊子什么了？
起了一个大包。好，蚊被蚊子哦，子被蚊子咬了，被蚊子扎了，被蚊子吻了，还是被蚊子叮了？好，胳膊，胳膊就是这个地方嘛，胳膊，对，对不对？胳膊。胳膊，胳膊就是你嗯的手臂了啊，是你的手臂，嗯也可以叫胳膊。好，被蚊子什么了？起了一个大包，这个大家学起来哦。你被蚊子怎么了之后，这边会凸起，对不对？我们中文可以说起了一个一个包，包啊。很大就好，大包。这个包不是买东西那个包哦，是嗯，一个可能是脓包或什么的哦。或者是你的头撞到一个地方，哎呀，起了一个啊，包。起了一个包，或我嗯被灿叔打了啊，起了一个嗯。包哦。好，所以但这个用是如果脸上长的那个红色的不是包，那个是痘啊，长了一个对，痘。嗯而且呢，它是自己长出来的哦，不是别嗯人给你嗯，打的，所以这个是长了一个痘，痘啊，长了一个痘痘。痘痘。对，对，好，包一那这题的般可能被打了或者被怎么样了。撞到了啊。好，咬，嗯我这题有2种答，明川吻，嗯明川你会被蚊子 kiss 吗？吻，嗯，好，但其实对，有2个都比较合适，其实这题对，啊。好嗯叮，我觉得这题嗯，这个题2个答案了。还是有一个最合适的啦，我觉得啊，是的，还是有一个最合适的因为茶叔没有我觉得看答案，茶叔你觉得哪个最合适？我还没有看答案，但是嗯，我知道答案应该是那一个了啊。哦，好，对。有人觉得叮跟咬都可以啦哦，那有人选叮，有人选嗯，咬，好，其实我们有人觉得嗯，其实我们有一个词叫做蚊虫叮咬，对吧？蚊虫对，好像叮咬，都有，对不对？所以2个是都可以，大家很厉害啊。但是嗯，蚊子的话，那茶叔在台湾你觉得哪个最合适，最搭配跟蚊子搭我配最好？我会用叮我会我也会用叮用叮，我会用我觉得。叮，我没有嗯看答案，但是我会用叮。我们看对。一下啊，对，因嗯为嗯，咬的话，可能那种昆虫是有那个它可能牙的，那个有一种那牙，对不对？种这样的感觉，对吧？咬对，就是有那种可能，如果用咬，我可能会用蚂蚁吧，哦，因为嗯，蚂蚁的嘴巴是这种的，对不对？对啊，或者所以咬如果是苹果，对吧？咬，咬苹果。对，咬我会用那样的昆虫，嗯就是像蚂嗯蚁那种，哦，嗯被咬了。那因为蚊子跟这个蜜蜂，它都有一个嗯，尾针嘛，对不对？对。所以这个用叮比较适合。哦，蜜蜂叮啊，或者马蜂叮你啊，或者是对这个对对，蚊子所以如叮。果有那种昆虫是有嗯尾针的啊，我们通常用嗯叮的。那嗯如果是嘴巴有那个口气嗯的啊，我们是嗯用咬，对不对？嗯，一般是这样了。但是我但是觉得从但是如果是你吃一个东西，比如吃鱼有鱼刺，或者你用一个很尖的东西去捅别人，这个叫扎啊，扎，扎。对，这个叫嗯扎。好，这个嗯扎一般是用针或鱼刺比较尖的东西去刺嗯，啊。对，那如果不吻，用你的针的话，对。对，吻一般就是亲吻啊。好，嗯。吻我觉得很少开玩用，笑可以说，我的身我被蚊子吻了上被蚊子吻了，可以开啊，对，玩笑的说啊，对。好玩的用法哦。好，那这个当然我也听过有人说我被蚊子咬了，口语没会有，问题的。对，口语可以接受。我嗯觉得 A 各位同学 A 跟猪是嗯可以的，但是猪D 我觉得是最好的答案。嗯我个人觉得 D 是最好的答案，嗯因为咬就是有那种感觉哦。嗯，但是你平常口口语语用咬可以的，用咬没有错没问题。哦，没有错哦。对。B 呢？B 就是刚刚说了，用针，一般是用针去扎一个人哦，扎。你打针的时候，可以说那个扎我被在哪里，针扎了一下把啊，针扎在哪里，对，打在哪里对对，都可以。没有错。好，那这个嗯 Tracy 说嗯越南会用咬哦，嗯，对，蛰啊，明川也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蛰的话，蛰蜜蜂可以用蜜蜂特别蛰。用在蜜蜂上面嗯，哦，这个蛰一定是用在比较具攻击性的吧？我觉得但蛰我觉得除了蜜蜂，我好像不会用没别的虫有别的了。子吧，就那个马蜂啊、蝎子呢？蜜蜂蝎子啊，被蝎子蛰也被可以。蝎子蛰了一下，所以我就说比较具攻击性的。然后那个还有针海蜇我也说海蜇被海蜇或被那蛰了。个对嗯
就是我觉得有毒的、具攻击性的那个有尾针的那种动物就可以用蛰，就是你好像会受比较重的伤。我觉得就是生活用的不太多，就是有好的搭配，蜜蜂啊，最常用的是蜜蜂，我被蜜蜂蛰了一下。对，我被蜜蜂蛰了一下啊，肉麻。你这是看过这个《还珠格格》电视剧对吧？还珠格格看多了啊。那个容嬷嬷家，对，我觉得咬真的就是比较适合有嘴巴的，像蚂蚁啦这种比较适合啊。好，那么很好。其实呢，各位同学选 A 也没有错，口语的确也可以用咬啊，不过叮我觉得是最好的答案。对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第4题。男人从树上什么苹果下来啊？从树上捡苹果下来，拖苹果下来，抓苹果下来，还是摘苹果下来？要选择最合适的哦。算送分题了啊，蛮简单的啊。好，不一定。那各位同学注意一下，我们这边有一个介词从哪里什么什么下来。那这里我们特别注意有个补语所以你注意一下补语，应该可以选出答案。什么这题应该大家都可以答对。摘啊，明川选剪下来。剪下来。好，我们等一下可以讨论剪好，摘。我看 IG 的朋友，IG 的都选的是 IG 有人选抓呀，把苹果抓下来好，也不能说错，对有的能理解，对，好。那我们先讨论一下剪好了。明川说是剪下来是什么意思？没有剪下来，没有剪下来，剪一定是这个动作，一定是在路上、地上，对吧？对，剪一定是从低的地方往上，而且我们说起来，一般不说剪上来，因为你是在一个平面，从平面是起来，捡起来捡起来，前，没有错。这其实图里边有个女孩在捡苹果，对，捡起来苹果。但是我们说男人，对不对？男人不是捡，我们一定是捡起来，不会剪下来，也很少说剪上来吧，除非你在比较远的地方才会说把那个剪上来，一般是捡起来。好，脱我们就不讲了，脱就是脱衣服、脱鞋、脱裤子、脱内裤，脱内裤，对，抓下来。我觉得抓不是很适合，因为那个动作感觉比较粗鲁。抓感觉这样的感觉比如抓，对，你玩游戏的时候，那个游戏机里有抓娃娃，对吧？抓娃娃就对，或者你在路上抓小偷、抓坏人，抓一般有你5个手指头会这样的动作，然后把东西给握起来或抓起来。抓是这个动作所以这个抓，我们说抓鱼嘛，对不对？抓鱼就是这样，你用手去把鱼抓起来所以抓是这个动作，抓。对在这你不需要这么抓，对吧？你就需要这样，对，我们可以摘水果，可以摘花所以植物、水果比较常用的就是摘。还有就是你的这个配件 accessories， 对吧？摘耳机，摘眼镜摘下来，把耳机摘手表摘下来，对，摘耳环摘戒指。所以这个大家把它记起来摘一般用在可能摘花、水果，另外就是你身上的配件，摘眼镜、摘耳环、摘耳机如果你是很浪漫的人，你也可以为你心爱的人摘星星、摘月亮。哎呀，比如说你的女朋友说我好想要天空的星星，我帮你摘下来，宝贝，就是星对，好，我们这个看一下 Tracy 这几个搭配有没有错。好 ，Tracy 说捡起来、脱下来、抓起来和摘下来。对，可以，非常好基本这是常见的，但其实你换一下，有特殊的情况可能，比如，比如这个一个小偷他在爬树，你把小偷抓下来。可以抓下来。特别的情况，看方位了看他的位置。裴静说有一首歌用摘一个苹果。好，我们念一下这位同学吧，他打好多次他说今天我第一次发现你们的频道，来提高我的听力水平，但是我的中文水平还不够理解所有的事情。
我希望啊，我只能听懂一些词，但是我们 podcast 有字幕对吧？有 subtitle 对，可以看一看啊，嗯，谢谢谢谢，好，谢谢支持我们啊。好，我们这题的好，答案就是摘啊，摘苹果下来。好，嗯剪不会说剪下来啦，因为剪的嗯，动作就是这样子的，下往上的哦。好，我对，们看第5题。他用铲子在地上什么了个洞？是捅了个洞，挖了个洞，抠了个洞，还是倒了个洞？好，这题算送分题啦，各位同学，这题不难哦。那不过呢，铲子是什么？茶叔，铲子。对，摘下星星送给你可以啊。这个是好，小苹果的那个小苹果歌词，里面的歌词哦。摘下星星那送给你，铲子呢，摘下就是我们可能要嗯，种植物，要在地上挖个洞，对不对？对，种树、种花，先要在地上挖个洞，那你需要这个工茶叔，具叫做铲你子。把那个答案说出来了，哦，真的吗？惨了，我们要用铲子没关系，在地上挖个洞啊。那像这个对对对，女生手上拿的就是铲子。茶叔一说完，大家全都选 全部 B 答 B 案 B，都是挖了。我每次都常常把答案不小心讲出没来。关系，对，好，挖了个好，洞。好，对，好啦，那这题就直接公布答案吧。好啊，好，所以是挖，那我们还是研究一下其他的动词，什么叫捅？嗯。不可能捅一个洞吧？捅一般是用手指啊捅，比如说，嗯，一般会用手捅什么呀？你可以把衣服捅个洞啊，你可能弄个什么对啊，东西，就是对，可以在衣服上捅一个捅一个洞。洞啊。我就有时候以前那个窗户不是纸对啊，做的都这样。窗户吗？捅一个洞，以前不然后你看，是古代会演那个，然后你要看对里面在干嘛，会这样对，捅一个洞，然后看嗯，看里面在干嘛。捅就是用对对对。手指还有就啊去捅，是刚才我们说用刀捅人，对，对吧？捅一个人。这个大家不要这么做啊。拿武器把捅了一个人，stab。嗯，还啊，有用棍子捅马蜂哦，窝。啊，对对对对对。这样会被蜜蜂蛰啊，要小心。扣嗯，扣，一般是扣纽扣吗？扣会扣扣子对吧？扣扣扣子，扣子，对不对？扣，啊，这个扣一般我能想到的就是我们穿衣服嗯的时候要扣扣子。还有扣扣扣子，钱对吧？扣钱，扣钱啊，对，扣钱就是你可能上班常嗯，常迟到，老板会扣钱。对啊，好，扣钱哦，就就是是呃，比如你钱住一个房子，你租一个房子，然后因为你弄得很脏，所以你退房子的时候，押金里边这个房东会扣一部分，只给你一对。半啊。他说：你看你弄脏了，我要扣你的钱啊。或者就像扣，我们说的，你上班常常嗯迟到，老板在嗯你的薪水里把钱扣掉了，会给你嗯，扣薪水啊。对，扣薪水的意思就是你的薪水没有本来那么多嗯了，老板把嗯，一些钱拿走了，因为你对，可能没有达到老板的要求或常常迟嗯到，你会被扣钱，会被嗯扣薪水啊的嗯，意思啊。对，好，那倒的话刚刚说过了，就是倒米啦、倒药啦，就是那个捣药，动作。对，中药的话，我们会对，让捣捣会倒。捣捣捣，对，对，捣蒜呢啊，把东西磨碎。吃饺子的时候，你会看中国人家里对会有一个容器在里边捣蒜，对，这样，然后就把东西给磨碎，这个动作叫嗯，捣啊。对。然后这个Tracy 问了个问题。挖洞的反义词是填洞吗？可以，我觉得可以，可以，或把洞填起来都可以啊。对，好，那扣分，对，就这个意思，就是也可以扣分，对，你考卷上答案写错了，老师会给你扣分啊。比对，如说一题5分，你5分就被扣掉了，扣分很好。如果今天你们答错了不扣分啊，答对了啊，今加分，天答错不扣分啊。好，好，这题的答案不是捅一个洞哦，是挖了个洞哦，挖了个洞哦，挖。好，那么我们再好。往下看第6题。洗手的时候要把手好好什么一下，好，好好磨一下，好好挤一下，好好捏一下，还是好好搓一下？好，这题蛮简单的啦啊，特别是新冠疫情过后，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动词。好，洗手的时候要把手好好的怎么样？那大家看到图也知道他在这样，对不对？好，所以这这个叫什么？动作要怎么说？好，搓一下，搓搓，大家都选搓哦。IG 上呢，IG 上的人选搓一下，搓。
大家都选搓耶。IG 的朋友可以订阅我们的这个 YouTube 对 channel 啊，对，会 IG 的同更容易学啊，看到你们。对，可以到 YouTube 上来看我们的节目，不然画面不然只有茶叔能看到你们写什么，我看不到。对，对呀，对呀，欢迎大家来到大叔的油馆，嗯大叔 Mandarin 来找我们，YouTube channel 对，然后要订阅我们大叔中文。嗯，好，有人选几啊，好，但我觉得大部分都知道，对，都知道答答对了。案啊，搓。好，搓就是这个动作了，搓，对，搓。那我们可不可以说磨一下？磨不行，磨听起来是磨，感觉是用一个粗糙的东西去磨你的脸，或者是这个刀已经很钝了，你切东西切不了，所以你要磨一下你的刀。磨刀以后又可以切东西啊，刀磨一磨会变得比较锐利，对不对？对，磨刀。有时候有人睡觉的时候会磨牙。磨牙，对，这样磨牙，磨牙对，因为磨有那种摩擦的感觉啊，摩擦。对，这样摩擦。挤呢？挤就是两种情况吧，一种是你在地铁上，如果是形容词很挤，对吧？啊，对，你也可以挤别人，挤一下。就是可能在车上，对，车上很挤的时候。再来就是你可能脸上有痘痘，你要挤痘痘是吗？挤痘痘，像我这个动作挤痘痘，最好不要挤啊，挤了以后会留疤啊，留疤痕 ，scar， 对啊。好，小鲜肉，对，我们学过这个词了啊，所以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大叔中文的会员，可以跟我们学到很多动词哦。每周日啊，小鲜肉最高级别的会员可以跟我们。其实这些动词我们在小鲜肉大概都有提过，很好，挤牙膏，挤牛奶，对吧？对，挤牛奶，对，我这个一看就没挤过。然后捏饺子。很好啊，因为捏有的手指是这样的感觉，是捏饺子。如果你们有包过饺子的话，我们会把饺子捏起来，对不对？或者这个小哇，捏人，很厉害啊！还有就是可能小朋友很调皮，你会捏他的脸啊，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你在给我皮呀！你的妈妈会这样，你在给我皮呀，就捏小朋友的脸这样啊。对啊，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第7题。哥们儿，有打火机吗？帮我什么个烟？好，帮我着个烟，帮我烧个烟，帮我点个烟，帮我烤个烟。这题有听过我的课的应该都会了不过这题我觉得可能有的人茶叔在自己的直播课讲过，对我有，对，有聊过这个词啊。好，Mr. Smith 选的是点烟，点个烟。林子点烟，林子一定会，他一直上我的课啊。好，我们这个粤语 Smith 怎么又改了？改成 B。Smith 不要以为我们没有看到哦，你改成烧着烟了，烧个烟。对，我讲过了啊。Nathan 也说烧，对啊。大部分的人选的是有 IG 的朋友说点烟吗？一个问号。然后有蛮多同学也选烧个烟，烧个烟啊。好，那么我们看看答案，看看大家答的对不对？我看还有同学给那个解释，because has fire radical 啊， radical 那还有烤啊，烧和烤都有，烤跟烧都有这个 fire radical 啊。对，这个小鲜肉也学过，对，好，那着着烟，着着是结果了，是他已经，你看着那个火已经看到火了，火已经起来了，对，着，如果你说着，一般那个真的是有火了吧？对对对，我们中文有个短语叫着火嘛，所以就是已经看到火了，好，所以点烟其实，对，如果你点烟的时候可能你第一次点没有着，第二次点你的烟着起来了，着了，点着了烟。对，我们这个通常会这样说，就是我的烟还没点着呢，还没着呢，就这个着表示已经有火了，有火在上面了，我们会说着了。对，我的烟着了，不用再点了，会这样说。我的烟着了，这个很有用啊，就是如果突然看到你在中国，然后突然有火，大家可以记得喊着火啦，着火啦，着火啦，就是 on fire，
哦，着火对，啦，哎呀，那栋房子着火啦，就是 on fire，对，很好如果用着火你喊 help，可能有人不懂你的意思啊，对着火了，着火了，对，喊着火了，大家一定会出来看啊。对，好，烧个但你不烟，能说点火了，你要说点火了，好像你是放火的人啊。点火你就是放火的人，着火了表示 something on fire，点火对，是 you set the fire，意思完全不一样要小这特别心啊。小心，不要用错了。着火是某个东西有火了，点火是你去set fire。对，那为什么不能说烧个烟呢？应该不会烧烟，感觉我是把烟扔到整个火里边。烧掉了，对不对？烧烟感觉那个烟已经整个都起火了，对对那个对。感觉啊，烧烟就不是只有点那里，感觉所以那你的整个个烟因烧掉了。为吃烤肉嘛，那个 barbecue 我们会那个烧烤，对吧？叫烧对烤，因为都在火里，肉都在火里边。对，烧基本上都在火里面了啊。烤这个我想大家都会，烤肉嘛，对不对啊？所以烤肉一定是跟食物有关系的，我们才会用烤的。好，如果跟食物有关系，我觉得还有一个不同就是，烧有一点那个酱汁的感觉，比如红烧鱼、红烧排骨，烤的话就是感觉就是有木炭那种，对不对？对，好 ，OK， 好的，我们再看第8题。厕所在哪里？我快什么不住了？好，我快放不住了，我快关不住了，我快憋不住了，还是我快存不住了？好，这题不难，每天都会但是很重要，说，我每天都听。但是因为很实用，因为大家一定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尿急，或很想大号，很想上大号的时候，然后你会跟你的朋友说，哦，不行了，我快什么不住了。对，我觉得这个词有2个说法啊，不过我们今天的答案这个说法也很常用啊。好，这题我觉得不会太难，憋不住。好，对，烤鸭很好啊，憋不住。好，大家都选憋了啊。那选憋的同学，你们还知道憋后面还可以接什么宾语吗？什么 object 可以在憋的后面？我快大家真的都选憋，有人说忍不住啊，忍不住也可以，也可以，忍不住也可以，但我没有放进去嘛，所以对忍不住是可以的，没问题啊。那这里大家都选憋，我们看一下答案啊。对，果然是憋，对啊。好，那我想憋不住，大家就把它学起来吧，因为很常用。我快憋不住了，那我们可以憋什么呢？这个Ben叔举的这些例子很好玩。如果你很想放屁，但是旁边有人在，不好意思，那你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说？对，就因为之前有同学说跟我开玩笑说憋气，然后我以为这个他说的是不呼吸那个憋气，憋气是这样哦。但其实他告诉我，他想说的是憋屁，因为都是气，都是 air， 但是不一样的啊。好，所以这个屁是很臭的那个放屁不那个，如果你不想放屁让人家闻到，那你在憋屁。那如果你是憋气，憋气可能是你在水里面，你游泳的时候你要游泳的时候你要憋气，潜水对吧？憋气，对，就是潜水的时候1分钟憋气。对，那有时候比如说Ben叔讲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但是我不想笑，我可以憋笑。憋笑可以，憋笑就是我忍住，不要让自己笑出来这叫憋笑。我就说别憋着了，你想笑就笑吧，对，你想笑就笑出来嘛，你想放屁就放嘛，不要憋屁了好，憋着等于无聊什么意思？他在家里憋着，可以这样说吗？他在家里憋着，可以。如果你比如疫情的时候，你在酒店里不可以出去你就说，我说你干嘛呢？你做什么呢？我在酒店隔离呢，在这儿憋着，可以。对，我在这儿憋着，或者你在家里都不出门，我成天在家里憋着，那你就是在家里。但不是无聊，就是不是无聊，你没有办法出去吧？没有办法，某种原因你没有办法出去，可能要照顾孩子，台风或者要整理家务，所以你得在家里憋着常常会说在哪里憋着
就是没有办法出去这个地方。Fader 说憋不住爱你了，这个不行啊。我们说忍不住啦，忍不住爱上你了，对不对？忍不住是那个有2个意思，还有就是对你真的想做一件事情啊，我忍不住想给你打电话，忍不住吃这个蛋糕啊，也可以。就是无法控制自己，就可以说忍不住。我忍不住想看大叔中文啊。那憋不住在这里，憋不住爱你，我们不会这样说了啊。憋一般是憋一些像憋屁、憋气、憋笑、憋屎、憋尿。对，憋屎可以，憋屎、憋尿，可以说憋哭吗？没有，憋哭不没有行。憋哭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们不说憋哭，没有，我们可以说忍住不哭了啊。他忍住不哭，厕所在哪里？我快憋不住了，很好啊，很有用。对。闷在家里，憋在家里就是闷在家里，意思上程度更强一点。憋有一点，你真的要憋，感觉是你很想要出门，但是你没办法的感觉啊。对，就像你憋屁是你很想放屁，但是你没办法，就是你想要做一件事情，但是你没有办法做到。对。放屁跟憋屁刚好相反吧？憋屁就是不放出来啊，放屁就是出去了。所以月莹憋就是不做一件事情。憋气是不能呼吸，憋屁是不能放屁，忍住不放屁啊。对，好，憋笑是忍住不能笑啊，所以意思刚好跟放屁是相反的啊。好，我们看第9题所以大家有屁的时候你们憋吗？不用憋啊，上老师的课不用憋屁，想放就放啊。好，这个刚才听的话应该大家知道啊。帮我再什么一碗米饭吧。帮我再舀一碗米饭，盛一碗米饭，装一碗米饭，还是扣一碗米饭？好，这题我想大家都可以答对了哦。而且呢，这个动词我觉得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常常会提到这个动词，特别你在这个装饭的时候、装汤的时候、装菜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到这个动词啊。你去中国人家做客，跟中国人吃饭的时候，这个那个主人肯定会特别热情的说：“来来来，我再给你盛一碗，我再给你盛。”你怎么把答案讲出来了？对，忍不住。对，忍不住。那各位同学特别用在汤跟饭，我觉得你一定要用这个。诺威怎么选错了？诺威，你不是第一个进来的吗？没有，因为我刚刚故意讲错的答案，我说装一碗饭吧，装一碗什么？我故意用错的答案。对，其实答案不是装啊，是盛啊，是盛。好，各位同学，这题的答案你们不要再记错咯。我刚刚故意误导，结果变数还把答案告诉你们了。裴静说错了，裴静舀的话一般是一个勺子，用勺子舀。应该舀会舀汤或水类的东西，对不对啊？对，而且是那个对，那个工具是这样的形状，这样子的东西，对，舀，对，舀一般是舀汤或舀水对。那这个饭一定用盛的，因为中文会说盛饭，对，帮我盛碗饭吧，帮我盛碗饭啊。好，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盛饭也可以用盛汤啦。那如果你用舀汤，我觉得也蛮好的。对，舀一碗汤很好，可以用舀汤，汤都可以，汤舀和盛都可以。对啊。好，盛一碗饭，请大家记得帮我再盛一碗米饭吧，因为这个搭配非常重要，每天我们都要吃饭，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对，有人说可以装水吗？可以，但是那个是说瓶子，用你的瓶子装水，因为刚才我们说有空间的地方都是装，对吧？装水。对，装水一般我们说装水可以。盛水不会，装水是把水装到水壶，装到一个东西里边，对，一个容器里面。舀的话，一定是舀到碗里面。如果你用 A 舀汤舀水，那是你要舀到碗里面，要准备喝了。对，但是你装水的话是装到水壶里面，你可能会带走。所以这个意思跟目的有一点不一样对，好，加菜盛饭加菜好的，我们再看下一题，第10题，最后一题了。这个要看着那个图片啊。他喜欢什么这二郎腿坐着？他喜欢叉着二郎腿坐着，翘着二郎腿坐着，扭着二郎腿坐着，还是交着
二郎腿坐着？这题有点难，因为可能大家不晓得什么叫二郎腿，所以我们这个图特别告诉各位这个就叫二郎腿，英文我都不晓得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leg crossed 我不晓得怎么说但是一般说二郎腿有一种好像他是一个比较大爷的感觉，或者比较随性的一个动作，对不对？对，比较懒塌塌的，或者他觉得自己很得意的感觉，或者比较无所谓就是不是很正式的一个坐姿啦没有很正式的坐姿。那这个我们中文有一个固定的用法叫什么者二郎腿，就是台湾也说也常说对吗？对，也常说好，大胆猜 A 插着二郎腿哇，这题每个答案都有佳佳说教着二郎腿终于有到难的了，太好了。这题完全考倒大家了，我好开心哇。对，这题我竟然发现只有一个同学答对，2个同学答对而已A B C D 都有，都覆盖了，都有但是我发现只有这么多同学回答只有2个同学答对大部分的同学都选的是叉可能因为看到这个动作吧这个字我觉得有2个字交叉都有这种感觉，对，所以我觉得然后也有人说教因为教也是有这种感觉嘛对不对不过呢要告诉各位这因为是一个搭配所以你没有办法用你的原来的对中文的理解去想这个东西对，所以这个答案很特别这个答案这个很难好那变数他答对了这个同学他说这个难但是他答对了对没有错应该是翘着二郎腿好那我觉得翘是什么意思？茶树翘就是有点往上这个姿势是往上的对所以各位同学看到这个图就知道翘二郎腿的时候你有一只脚那个腿翘起来往上对或者有时候头发你睡觉起来之后就是头发很长的话头发会翘起来一部分对翘就是往上一个方向是往上的一个状况头发翘起来了有的人的衣服这个肩膀翘起来了对吧还有一些尾巴翘起来了尾巴对狗的尾巴翘起来了对所以如果某个物体的动作是往上这样子的你就可以说什么什么翘起来了对那我们中文还可以说翘课对不对翘课就是你不去上课你就 skip the class我们中文也可以用翘这个字翘课就有的动词有好多意思大家就是要小心可能不是只有一个意思对所以这个翘课第一次听过好所以这个词汇说实话我们母语者日常生活中是很常听到的但是各位同学可能看过这个动作没有想过中文怎么说所以如果有上大叔中文的课现在就学起来了对好然后每周4大家都要过来不要翘课对不要翘课要准时来上但是你们可以翘班来听我们的课这个同学好厉害他的字源是源自于鸟的羽毛很尾巴的羽毛Lucas 很棒对因为它有个羽的有个部首羽的在里边对吧对好对很多鸟的头上都有那个翘起来的毛对不对羽毛好有人得8分Smith 林子也是8分今天棒今天大家都特别好好然后佳佳得到7分然后乐文给我们9.99分我们这次的直播得到了快要满分了谢谢乐文对谢谢乐文这么支持我们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跟各位同学推广一下就是就是大叔中文每个星期一还有星期五还有星期四对不对星期一跟星期五是直播星期四是聊天直播然后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叔中文需要大家的支持那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大叔 solo 的节目对不对周六周日我们会有这种短的一位大叔我们现在会专门做一个系列的视频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对那像变叔做的是做中文描述
很实用。茶叔做新闻的话，而新闻且明后天就跟大家见面了。对，茶叔的明天新闻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做的新闻，如果喜欢的话，可嗯以点个赞支持我。那嗯，参叔做的呢是关于敏感话题，如果喜欢敏感话题的，要支持他哟，跟我没关系啊，跟我也这个话题没关系啊。好，OK，好那我们下次见喽，谢谢大家，好，拜拜，拜拜，再见喽，拜拜。